其实我个人觉得，炸鸡应该在不健康食品界算是其中比较健康的了吧。所以老说市面上的炸鸡不健康，到底不健康在哪儿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是肉可能不够新鲜，或者可能被迷之的添加剂处理过，还有的部位鸡皮和皮下的脂肪会比较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很简单，我们就用健身人必备的鸡胸肉。我用的这个是放养鸡的，比起冷冻的可能会更有滋味一些。鸡胸肉就随便切，完全不需要刀工，切厚片或者切条都行，但不要切得过于巨大，以免等下不好收。至于顺纹还是逆纹切呢？如果想要一些肉的口感，就可以顺纹切；如果想要等下非常嫩的话，那就逆纹。这块鸡胸肉有1斤，我今天好像吃不完，就先切那么多，剩下的改天再吃吧。然后把鸡肉腌一下，腌肉的料就是喜欢啥就加啥，先来点盐，再来点酱油，然后是这个蒜粉，我的蒜粉好久不用，稍微有点结块了，真的非常推荐蒜粉，加进去就是会有外面卖的那种炸鸡的蒜味。当然你要是有闲情雅致的话，用新鲜的蒜末也不是不行。最后是加点水，水的话你就尽量让鸡肉吸收，能吸收多少算多少，如果没办法完全吸进去的话也没关系。好了，鸡肉就腌好了。第二个问题是外皮，一般的炸鸡都是用面粉、淀粉或者面包糠之类的做它的外壳，无形中就会吃了很多隐形的精致碳水。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另一种健康减脂界的著名食材鹰嘴豆。这个是鹰嘴豆粉，它是生的鹰嘴豆磨成的粉，不是熟的那种了。把它直接加到肉里，慢慢的加粉和水，边加边调整浓度。也可以先用水和鹰嘴豆粉把糊调好，然后再加到鸡肉里，但是那样的话你就要多洗一个碗。到这种类似于炸酥肉的浓稠度就可以了，稍微稀一点或者浓了一点都不要紧，反正是自己吃。好了，这样就算肉腌好了。不过得到的教训就是，如果有下次的话，我还是多洗个碗吧。第三个问题是油，炸鸡还是挺吸油的，而且你也不知道人家用的是什么油，总之不会给你用什么太好的油就对了。而且长时间高温油炸可能会有一些有害物质产生，所以此时就必须说到除了鸡胸肉和鹰嘴豆之外的健康减脂界的明星橄榄油，并且不用一大锅油，就改成煎，毕竟煎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面一面的炸，而且橄榄油还是蛮贵的。等油稍微热了，就把刚才腌好的肉一块一块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千万不要急着翻动，等一会儿它底部就会定型了，到时候再翻就会非常容易。这种方法做炸鸡真的很简单，然后又方便，而且还不用处理一大锅剩下的油。第一批就炸好了，是不是看着这个成色就已经非常的诱人了？听，好听就是好炸鸡，这谁能忍住不立刻吃一个呢？妈呀，刚出锅也太好吃了吧！而且里面还非常的多汁，这种东西可能本来有6分好吃，然后刚出锅守在锅边吃的那一块就有10分，简直吃的停不下来。不行，我不能再吃了。来炸第二批。第二批我打算把它做成麻辣味的，所以往里面加很多的花椒面和辣椒面。我这个辣椒面是胡辣椒面，非常的辣且香。好啦，开始炸第二批。最后一批也出锅啦，赶紧来尝一尝。它的肉还是挺嫩挺多汁的，看来鹰嘴豆粉的锁水性还是可以的。另外就是鹰嘴豆自身的香味，因为鹰嘴豆它自己本身就非常的适合油炸，像中东那边就很喜欢油炸鹰嘴豆丸子，所以就是既有炸鸡的香味，也有鹰嘴豆的油炸过后的香气。然后吃着吃着就不得不说到最后一个炸鸡的健康问题了，
那就是炸鸡不总是单独吃，一般都会配一些薯条呀、面包呀、可乐呀，或者高热量的酱料之类的吃。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搭配点蔬菜来吃，就不要再搭配米饭、馒头了。因为鹰嘴豆其实可以算是主食，而且炸鸡吃到后面难免会有点腻。是的，炸鸡是会腻的。虽然平常买的鸡块好像一份就5、6块，还没等到腻就已经吃没了，但是自制的就是一块鸡胸肉就能做出海量。而且我今天这块鸡胸肉花了17块钱吧，我都没用完。如果是像我一样非常容易腻到的人的话，那还能再加点自制的酸辣泡萝卜，或者是买来的韩式泡菜，都是不错的搭配。现在是不是看着特别像一个套餐？这个套餐的成本算下来应该也就15块钱吧。如果市面上有这样的套餐，我觉得我会愿意点。说了这么多，然后我又说这个炸鸡很好吃吗？就好像它很完美，又健康又简单，难道它就没有缺点吗？其实是有的，就是它的外壳不像外面卖的炸鸡一样能脆很长的时间，就它脆的时间非常的短，只有刚出锅还热的时候它才是脆的，过了一会儿凉了一些它就不脆了。虽然一般的炸鸡外卖送到家也不太脆了，但这个就是真的完全不脆了。总结一下，就是刚出锅热热的时候非常的好吃，里面又多汁，外面又香脆，凉了以后味道就直线下降，口感也直线下降，肉就会变柴，然后也失去了汁水。但这一点我个人倒是可以接受了。我要实在想吃脆的，那我可以站在锅旁边炸出来一个吃一个，炸出来一个吃一个，那就永远能吃到最新鲜最好吃的。